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医学博士金承实和发酵食品专家作间由美子合著的《通过发酵食品大幅提升免疫力》这本书。也许大家都知道，提高免疫力可以预防感冒、流感，甚至新冠病毒等各种感染疾病。许多人意识到提升免疫力的重要性，也了解到发酵食品对免疫系统有益。那么，您是否已经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提升免疫力呢？在本书中，作者呼吁大家不仅要认识到提升免疫力可以预防感染病，更要付诸实际行动。如果通过观看这段视频，您能重新认识到免疫力的力量，并在本书中找到了实践的建议，那么就请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打造战胜病毒的身体习惯；第二，发酵食品是如此了不起；第三，发酵食品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打造战胜病毒的身体习惯来开始解释。近年来，冬季常见的流感，以及让世界陷入混乱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稍微不注意就会感染的感冒，都是由于病毒通过人的鼻、喉、口和眼睛的黏膜侵入并繁殖，从而引发的感染症。因为病毒是看不见的，所以完全阻止外界病毒的侵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都希望拥有一个能战胜已知病毒和未来未知病毒的强壮身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需要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一、强化黏膜屏障功能；二、增强自然免疫的能力；三、改善肠道环境。黏膜作为阻止病毒等外来病原体侵入的屏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这个屏障出现问题，病毒或病原菌就会侵入人的体内。这时，循环于全身的血液和淋巴液中的自然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会发现并消灭这些入侵者。通过增强黏膜及其周围的免疫细胞的功能，可以有效预防感染。即使感染了病毒，也能防止发病或减轻症状。要增强这些屏障和自然免疫能力，保持线粒体的活力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身体的细胞各自有其特定的任务，正是这些任务的顺利执行，使得我们能够保持健康。线粒体在细胞的内部工作，产生细胞执行任务所需的能量。当线粒体活力充足时，细胞就能正常运作，我们的各个器官和免疫系统也能正常工作，从而增强对抗病毒的能力，减少感染的风险。改善肠道环境也是打造抗病毒身体的重要环节。健康的肠道环境可以促进营养素的吸收，增强黏膜和对抗病毒的细胞及线粒体的活力。通过保持有益菌和有害菌的平衡，构建健康的肠道菌群，我们的身体就能更有效地对抗外来病原体。关于肠道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在其他视频中已经多次讨论过了，所以这次就不再详细展开。希望通过上述的这些措施，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来抵御各种病毒感染。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可以实现上述3点的方法，那就是以日本传统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日本传统饮食通过国内外的研究被证明能够预防各种生活习惯病，并降低死亡的风险。味噌、酱油、醋、腌菜和纳豆等日本传统饮食中富含的发酵食品，有助于增强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现代人更倾向于吃面包、牛排或者快餐食品，饮食习惯逐渐欧美化。由于西式饮食和垃圾食品的增多，食用日本传统饮食的机会减少，导致许多人虽然摄入了足够的食物，但仍然处于营养不足的状态。在通过饮食摄取营养素的过程中，很多人缺乏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等关键营养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肥胖、高血压以及慢性疾病。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作者在进行预防医学指导和宣传时，一直强调每天至少吃一顿传统的日本饮食。作者来自于日本的冲绳地区，
他也推荐当地的传统料理。尽管杂志和电视上经常有特定食材提高免疫力的专题，但单靠某种食材并不足以有效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实际上，食材中所含的提高免疫力的成分，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需要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食物纤维等多种营养素共同合作，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因此，从各种食材中平衡摄取多种营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每餐都考虑这一点，就会变得使人坚持不下去，因为这样做太麻烦了。所以，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每天食用一顿传统的日本饮食。传统的日本饮食几乎包含了增强免疫力所需的黏膜、免疫细胞以及构成身体的大部分细胞所需的营养素。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简单做到，也能保持持续性。具体来说，传统的日本饮食包括米饭、味噌汤、纳豆、泡菜、海苔等，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烤鱼或煎蛋卷，以这种菜单为基础，根据当天的身体状况和喜好进行调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传统的日本饮食被国外的研究人员认可为健康食品，但作者也指出了需要注意的地方。虽然这不仅仅适用于日本饮食，但其中一项重要注意事项是不要吃得太饱。要真正感受到传统日本饮食的效果，保持8分饱的习惯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个建议听起来很熟悉，但很多人实际操作时却很难做到。因此，作者推荐的方法是，当感觉到饱腹感时，通过系紧腰带来制止自己进食。当腰带紧了时，说明已经吃了足够的食物。不要因为想吃而松开腰带继续吃，而是起身静静地感受餐后的满足感。每天一顿日本饮食，系紧腰带，控制在8分饱。这种习惯会逐渐让您体会到，在日本饮食中享受8分饱是何等舒适，对大脑和身体都会产生满足感。所以，强烈建议您尝试一下。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发酵食品是如此了不起。在过去的10年里，发酵食品已经成为健康和美容领域的热门话题。您可能在杂志、媒体上看到过，或者在购物频道或网上商店中看到带有发酵字样的产品作为备受关注的商品销售。然而，发酵食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天中没有摄取任何一种发酵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发酵食品本来就很常见，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保存性和高营养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逐渐了解了发酵的过程，重新发现了发酵食品的各种魅力。发酵食品的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 易于消化和吸收； 2. 营养丰富； 3. 促进肠道健康； 4. 美味可口。要改善身体的营养状况，不仅仅需要摄入富含营养的食物，而且需要确保这些食物被身体充分消化和吸收。简单的说，食物必须经过消化，并且从中吸收必要的营养素，这2个过程都必须进行。换句话说，如果身体的各个器官不能正常运作，无法有效地消化和吸收摄入的食物，那么再多的食物摄入也不能确保摄取到足够的营养。例如，如果不充分咀嚼食物，唾液无法有效分泌的话，食物将不会被正确的分解，而是被直接送入胃部。这可能会对胃部造成压力，并阻碍营养的吸收。据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营养不良，这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导致食物不能被充分消化和吸收。当然，改善这种饮食习惯和进行身体护理是必要的。然而，即使因为感冒等原因导致消化和吸收能力不佳，也有一些食品可以避免给身体带来负担，从而避免营养不良。这就是今天我们进行讨论的发酵食品。在通常情况下，发酵食品已经经历了身体应该进行的分解过程，因此其中的营养物质变得更容易被吸收，而且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这一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代替人类来完成的。比如说，通过米曲菌发酵大米制成的甜酒，当往大米中加入米曲菌时，将发酵好的混合物
放入室温的水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温，大米中的淀粉就会转化为葡萄糖，从而制成甜酒。当我们咀嚼米饭时，会感受到甜味，这是因为淀粉在咀嚼和唾液中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因此可以说，米曲菌在制造甜酒的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葡萄糖对人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尤其在脑功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喝甜酒可以直接补充脑部所需的葡萄糖，有助于使大脑更为清醒活跃。那么，为什么发酵食品的营养价值如此之高呢？以刚才提到的米曲菌为例，米曲菌在制作过程中释放出约100种酶，这些酶能够分解食材中的淀粉、蛋白质、食物纤维和脂肪，并同时产生维生素 B 群等营养素。维生素 B 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有助于食物中营养物质的代谢。因此，由于有了米曲菌的存在，从大米到制成甜酒的过程中，食物的营养价值会大大提高。这些微生物还可以分解蛋白质，使发酵后的肉类和鱼类更容易消化。在分解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基酸的鲜味，以及分解淀粉时产生的葡萄糖的甜味，会增加食物的美味。因此，不需要添加糖或调味料。发酵食品不仅富含营养，易于消化，而且口感美味，是一种非常出色的食品。所以，让我们多多摄入发酵食品吧。另外，我们的肠道被认为是人体内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中居住着超过100兆个微生物，肠道中的微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吸收营养，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免受外来有害细菌的侵害，预防疾病的发生。肠道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大部分是细菌，其中包括乳酸菌、纳豆菌、双歧杆菌、醋酸菌、酪酸菌等益生菌。这些菌类通常可通过食物摄入获得。此外，小肠中具有派尔基和淋巴结，它与肠道内的微生物相互作用，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摄入含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的酸奶，或含有纳豆菌的纳豆等发酵食品后，这些菌类会到达小肠，激活免疫细胞，促使免疫系统正常工作。最近的研究表明，乳酸菌、纳豆菌和双歧杆菌等能够激活免疫系统对细菌和原虫的抵抗力，而醋酸菌则能够识别并应对细菌和原虫以外的病毒。同时，摄入乳酸菌和醋酸菌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特别推荐摄入植物性乳酸菌，可从泡菜、豆奶酸奶、日本清酒等食物中获取。至于醋酸，建议选择巴萨米克醋或黑醋。免疫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摄入发酵食品。作者建议每天都摄入乳酸菌和醋酸菌的发酵食品，以有效地提高免疫力。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发酵食品的另一个魅力，即通过持续食用可能延长寿命的可能性。人体内含有有限的体内酵素，我们通过进食、饮水、运动、患病等方式来消耗和补充这些酵素。当体内酵素消耗殆尽时，寿命也将终结。特别是在压力大、健康状况不佳、过度饮酒、暴饮暴食的情况下，会大量消耗体内的酵素，无法有效地补充和吸收营养。使用抗生素不仅会消灭有害菌，还会破坏益生菌，导致肠道的细菌失调。如果能够保持体内酵素的消耗和补充的良好循环，据说人类可以活到大约150岁。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现代男女的平均寿命只有80多岁，因此每天食用发酵食品可以减少体内酵素的消耗，因为食物已经被微生物分解，从而减轻了体内酵素的使用需求。这意味着未被使用的体内酵素可以用于修复身体，有助于美容和抗衰老，可能也有助于延长寿命。发酵食品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整肠道环境，改善排便等。发酵食品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是第3部分，发酵食品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我将介绍一些值得推荐的发酵食品。首先是一些常见的发酵调味料，比如酱油、味噌、醋、料酒和生盐曲等。
这些调味料都是日本传统的，制作过程中都经历了发酵。今天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味噌和生盐曲。味噌其实很容易自制，只需将大豆煮熟，然后与盐曲混合，静置一段时间即可。味噌通常分为豆味噌、米味噌、麦味噌和混合味噌4种类型，区别在于所使用的曲的种类和发酵时长。发酵时间越长，味道就会越丰富。超熟的味噌还具有抗氧化作用，因此如果味噌太老了，可以尝试与新鲜的味噌混合使用。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生盐曲，它可以作为盐的替代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美味。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将米曲、盐和水按比例混合。配方的大致比例是100克水、30克盐和100克生曲，然后在冬季静置约1周，夏季静置3至4天，室温下即可完成。为了避免腐败，盐的浓度应保持在12%以上。将肉或鱼浸泡在生盐曲中约1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生盐曲还具有分解蛋白质、增添柔软度和甜味的作用，适用于各种料理。接下来是关于饮品的内容，我将介绍几种可以轻松融入日常生活的发酵饮品，包括甜酒、清酒、烧酒、泡橙、红茶菌。在前面我已经简单介绍了甜酒。甜酒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将水倒入米曲中，然后在60摄氏度的温度下静置1夜即可完成。甜酒的制作如此简单，但它含有所有种类的氨基酸，以及具有抑制黑色素、美白和美肤的效果。它还含有对大脑有益的葡萄糖等多种营养元素，是一种优秀的天然补充剂。然而，甜酒中并不含有维生素 A 和 C， 因此建议与当季的蔬菜或水果一起摄入，以保持营养的平衡。除了使用米曲制作的甜酒外，还有一种由酒糟制成的甜酒。酒糟也属于发酵食品，酒糟中含有一种名为抗性蛋白质的成分，可以包裹脂肪并使其排泄掉。它还可以加速肉类和鱼类的分解，使食物更加美味，营养更丰富，对身体也更为友好。然而，由酒糟制作的甜酒含有酒精，不适合不能喝酒的人或未成年人。这些人应该选择由米曲制作的甜酒。此外，尽管甜酒富含营养，但也含有很高的糖分，因此在摄入时务必注意适量，避免过量饮用。接下来，我想继续解释一下日本的清酒。清酒不仅可以作为饮品，还可以用作调味料。它是将米和米曲混合后加入酵母进行酒精发酵而成的。日本清酒与其他一些酒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提高人体体温的酒类。高体温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保持免疫力，甚至有望获得美肤效果。有些化妆品就是以日本清酒为原料制成的，而酿酒师们通常也拥有良好的皮肤。接下来是烧酒。烧酒是通过将米曲和米加入烧酒酵母进行酒精发酵而制成的，然后再加入土豆、小麦、荞麦、黑糖等原料进行蒸馏。而泡盛是将黑曲菌加入泰国大米，加水后进行酒精发酵，最后蒸馏而成。尽管蒸馏后酒精含量较高，但泡盛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酒类。我们的肝脏产生一种叫做嵌溶酶的物质，可以预防血栓、心肌梗塞和脑梗塞，而酒精可以增加这种酶的产生，尤其是泡盛具有较高的效果。但这当然是在适量饮用的情况下，过量饮酒是绝对不可取的。此外，基本上所有的酒类，如啤酒和葡萄酒，都是经过发酵的。喜欢酒的人可以在享受各种酒类的特色的同时，适量的享受放松的效果。作者提出了一种推荐的饮酒方式，他建议在饮酒的同时摄入醋酸菌补充剂，这是因为醋酸菌能够分解酒精，减轻对肝脏的负担，同时还能激活其他发酵菌无法触及的免疫开关。如果您是一个饮酒爱好者，请务必尝试一下。最后，让我们来谈一下红茶菌。
红茶菌也是一种很好的发酵饮品。为了美容和健康，一些海外名人特别喜爱饮用这种饮品。它是将红茶煮沸后加入砂糖，并在常温下加入醋酸菌发酵而成的。这种醋酸菌可以刺激肠道的派尔基和淋巴结，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此外，本书还介绍了一些其他的发酵食品，包括作为小菜的纳豆、泡菜和酸奶，作为开胃菜的芝士和干纳豆等。它们的营养价值都很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对美容和抗衰老也有好处，而且味道极好。许多发酵食品都很容易在身边获取，希望大家能把它们融入到您的健康饮食习惯中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